友们又见面了，真的，哎，我去年上完节目过后啊，一直在全国各地巡演我自己的专场，大家有看了的吗？看了，没有看的不好意思，收官了哈。其实现在就是演的越多啊，我这个越容易暴露自己没有文化，真的，我是一个中专生，很多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点自卑啊。去年专场演了有30多个城市，现在专场演完过后有一个环节，大家应该知道是吐钱环节。就是先写上观众的名字，后面写一句祝福。这个环节我在全国各地演的都很顺利，直到我来到了上海。我搞不懂哈，你们上海怎么每个人都有个英文名？我英语真的很差，写都写不来，真的。因为吐钱环节啊，站在那儿，简单的什么 Amy、Lily， 我还可以猜一下。但你要是跟我说 Amy， 哎，我真的迷离，我云里雾里，你知道吧？有一次，个观众跟我说，他说我叫索菲亚。当时我的笔尖杵在那个纸上，杵了半天，我写了个 so。我又不想让他觉得我很没有文化，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索菲亚的索，该不会是误将上下而求索的索吧？我真的很恨我自己，真的，因为明明我家里的衣柜就是索菲亚的，怎么平时晾衣服的时候我就没有多看几眼它是怎么拼的，你知道吗？那天我回去看了，写的就是索菲亚，3个汉字跟我写的一模一样，真的。哎，我英语这么差，去年还去国外巡演了一圈哈，现在也算是国际演员了啊。走了一大圈。其实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澳洲的时候，心里真的很紧张。一落地被一个白人警察拦下来，盘问了我好多问题啊，我一句都听不懂。当时把我急的，我说不晓得，听不懂。他直接给我翻了个白眼。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白人的白眼，全是白眼人。但是我才反应过来，我是不是有点太自卑了？我明明都会说 no。然后他后面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说 no no no， 最后把警察的 no 笑了。警察说哈哈哈哈，it's okay。我觉得一点儿都不 OK， 因为我从他那个 harm 里面，我就听出来了，他觉得我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可怜。我当时一边往里面走，心里又觉得有点羞耻，但电光火石之间，突然有一句英语就传到我脑子里面，我转头就问他。我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说 No。 我说It's okay。 我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会说英文？但我好像经常因为这些自卑啊闹一些洋相，真的。我就想起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洋相的时候，16岁，当时正在准备中专毕业要实习了，我毕业于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朋友每次听了都问我，你是教的是汽车人吗？是。所以你们也很容易想到，我毕业过后很难找工作，我当时就决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中专对口的工作，我就去了5星级酒店里面端盘子。那天到了后厨啊，很快就领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工作服，是一件白衬衫。我当时打开看，我觉得自己都要当上白领了。我一看衬衫 S 号的，真的白领了。而我根本就不好意思给别人说，就不敢提要求说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件，因为我是一个中专生，我们的校训就是适应社会，适应社会。那个衬衫我穿了10分钟，社会真的很难适应，勒得我根本就出不赢气，你知道吧？那个扣子从上往下扣到一半就扣不上了。我一看，这不就是个车标吗？奔驰。后来我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那件衬衫穿上了。我一照镜子，妈呀，米其林！主管就开始训话，当时现场有60、70个人，我站在第一排。主管说：“来来来，大家都看我啊！”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大家一下就都看我了。
这个喷嚏有多大啊？我当时打完直接把我打到第2排了。与此同时，我肚脐眼上了一颗扣子，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啪的一声就崩出去了。哇，那一瞬间世界都安静了，只有我的肚脐眼在说：“哦，天亮了吗？”有一瞬间，我真的想过把这个事儿赖给别人，但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主管捡着那个扣子径直朝我走过来，他说：“这是你的扣子吗？”我说：“这是我的肚脐眼的盖子。”全场轰的一声再次炸场，我没有想到我的幽默让我更加丢人现眼，现在还是肚脐眼呢。朋友们，16岁的我也曾是少女。那天是我第1天在这个社会上登台亮相，我当时简直衣衫不整又整不了衣衫的，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在捧腹，别人在大笑。那个主管跑过来问我说：“你那么一大堆大号的，你为什么不管别人要一件？”我说：“我不敢。”他说：“扣子都敢崩，你有什么不敢说的？赶紧去洗衣房里面拿一个3到5个叉吧。”我还是很难受嘛，一路我边哭边跑，还有捂着亮在外面的肚脐眼，在楼层里面穿梭，我就是，我真的很像一个赶着去被杖毙的宫女一样。进电梯我还要喊一声：“帮我按一下，谢谢。”对面的人根本就没有犹豫，直接一巴掌按在了我的肚脐眼上。就他这个理解能力啊，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我的同学。换好衣服过后，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回去面对所有的人，我都等到他们散会，我才敢鼓起勇气推开后厨的大门。当时推开过后，那个空间里面只有2样东西，一个单词就能概括 ：excuse me。后来那个导演跟我说这是2个单词，我就说了我英语不好啊。但其实那颗扣子我一直留到现在了。后面呢，我也干了大大小小10几份工作，然后也出过一些不少的洋相。但每一次在敏感、羞耻、尴尬、自卑找不到解法的时候，我都会把这颗扣子拿出来安慰一下自己，给自己说一声好 ，It's okay。谢谢大家，荣誉。谢谢王悦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王悦。王悦每次的表演其实就是1是能量很足，2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就一下把大家带到他的那个情境里边，跟他一起去经历这个故事。天真姐，哎，你要在佩岑姐后边说是吧？那让我们先问大林，要不？没错，真特别好。因为今年王悦的这个，我也不敢说是进步啊，就是跟去年完全判若两人。今年你的表现特别有大将风范，谢谢。然后刚才我看陆姐跟我乐那点一样，就是你们校训是适应社会，真缺德呀！非常好。我觉得王悦就特别喜庆啊，是吧？而且非常压台，啊，就是不适合压轴或者特别压场，反正挺好。哎，第一个出来确实会紧张是吧？对，有点紧张，但还好。其实我上来感觉大家就是很接纳我，就放松很多了。其实，王悦，你觉不觉得好多演员都有那种，就是一场特别好，另外一场就很难接，然后一旦荡到谷底了，突然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作品，都有这种起伏吗？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有的时候，感觉面对一个话题题材，想讲的东西很多，但是怕自己又处理不好，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这篇稿子可能在开放麦上试的次数也比较少一点点，就是一场好一场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能表达自己想讲的东西，讲给自己16岁的王悦听，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真的。好，我想跟你说，还有跟16岁的王悦说 ，You're awesome。翻译一下。你太棒了！哦，我很棒。
谢谢 ，You're awesome。学吧，天真姐。王月，你好棒，加油加油！那下一位演员也不用过多介绍了，掌声有请黑灯。嗨，大家好，我是黑灯。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那关了吧，看见是吧？朋友们，遇到过那种情况吗？坐高铁，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挺常见的，对不对？我遇到过一次，不给残疾人让座，跟残疾人抢座，是吧？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买票选 A、B、C、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是否接受？见过吗？没有也没有关系，以后办了残疾证自动就会弹出来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机会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人文关怀嘛，对不对？接不接受？肯定接受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也都。点完接受，他开始转圈加载，转了半分钟，说卖完了。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祝您旅途愉快。谁还能愉快？你没问我之前，刚才老子挺愉快的。我说天儿不错，出去溜达一下。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小伙子，我说咋了？他没事，哥提醒一下，你残疾，拜拜。生活愉快。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活不到成年，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是吧？跑到你跟前都是，巧克力吃不吃？巧克力，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要吃吗？要吃，让你爸出国买。巧克力叫 chocolate， 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不用出国，想喝哪儿都能买到。你就说你想不想吧？你肯定想，赶紧去买，别等了，视频暂停一下，现在就去，我等你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就是一张普通的票，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我是 D 嘛，那人坐在上面，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想张嘴问他先发制人，他说你坐那个 C。就那个笃定啊，那个不容置疑，你坐那个 C， 我就怀疑我列车长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跟我商量一下，不用真商量，有那个意思，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你能坐那个 C 吗，小伙子？能。你坐那个 C 就不能了。但这都是事后复盘。火神的一瞬间，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哇！被那个气焰震慑住了。你坐那个 C， 我说好。一坐下就反应过来，说凭什么听他的呢？对不对？气了一天，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到晚上约朋友吃饭，反应过来了。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 D 是残疾人专座呀 ，disabled。就应该坐在地上了。下次再遇到这种，我就跟他掰头，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我就要坐我的 D 是残疾人缩写，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我那朋友说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次安残，你坐个 C 没问题。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是吧？我说照你这逻辑，我坐 B 也可以啊 ，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他说让你坐 A 也能坐，我说 A 怎么也能坐？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 A 残疾人来坐。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
就是16节车厢，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在那节车厢的第1排，那个地方确实宽敞，第1排你发现没有？也很好找，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哎，一个坐轮椅的，对不对？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走，咔咔咔一进来一看，什么意思？跟箱子挤一挤啊，让残疾人看行李。不怕他偷啊，确实是吧？他偷了他拿不走啊。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1排是离车门最近的，能理解吗？行动不便，一进来就到了，这个确实很合理。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5、6年了，一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哎，要不要？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有你再出来卖啊，对不对？没了，小嘴巴就闭起来，对吧？你说微信群里面红包抢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点击详情，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我没抢到，我就不想知道了，对吧？体验很差，真的啊！祝你旅途愉快。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祝你旅途愉快，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他不在乎，我就去投诉了。第1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没有办法了，是吧？事儿很小，但是，哎，确实体验很差。我确实没什么办法，我就讲个段子，就当笑话这么一讲，你们就听，对不对？哎，但是产品经理，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你走走心好不好？你当个事儿办，对，能不能改？能，肯定能改。你现在就去改，别看了，视频暂停一会儿。你不改，我会一直盯着你。黑灯 is watching you。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黑灯的表演。3、2、1，请锁票。再次谢谢黑灯。又是熟悉的黑灯的风格哈。对，我觉得那个黑灯特别像一个社会观察家，然后就是 watching 了很多的领域，然后把你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把它讲出来。而且我听说上一季因为讲了盲道，讲了那个无障碍通道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地方确实也做了一些调整跟整改，是促进了一些真实的改变。因为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它不是一个光是残障人士的问题，就是大家老了之后多多少少都会，你譬如说坐轮椅什么行动不便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吧？你如果现在不关注，那就是你的将来，朋友们。说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特别需要就是有这些体验的朋友们，有这些观察视角的朋友们找机会说出来，大家互相提个醒，提个醒被注意到，可能就被解决了。你这个第2年参加节目什么感受啊？就是害怕，第1场分都巨高，我们在后面看得瑟瑟发抖啊，所以还是忐忑，就新人都太厉害了感觉。但我觉得你的持续创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不要那个呀，要有信心。对，我知道。黑灯刚刚天真姐说到这个黑灯创作能力确实是出众的。对，黑灯最近也写了一首 rap。啊，要不然咱们直接现场就给大家来2句。来一个。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名字吧，黑灯叫什么呀？是这样子的，是我介绍一下这个前情提要啊，是我前2天去参加了那个罕见病交流的会，就是在第1期比完之后，我心态崩了，我说谁也打不过，赶紧去罕见病大会紧急搜集一波素材，是吧？然后我就问他们，然后他们就有好几个坐轮椅的朋友跟我讲了那种受到了一些限制，本来是 OK 的，突然来了一个，我听了就很生气嘛。我说行，这个第2轮就写这个，然后稿子没写出来。
然后就改吧改吧，写了首歌，就变成啊。